龙王卖伞，集中隔离开始收费。9月20日，重庆长寿发布通知称，从2022年9月21日0时起开始，对在长寿区集中隔离的人员在隔离期间收取一定的食宿费用，每个人每天300块，包食宿。除了重庆长寿区之外，云南镇雄县也发布了类似的消息，其中内容同样是指从2022年9月21日0时起，对所有新入住集中隔离场的人实行收费。镇雄的收费标准和重庆不太一样，他们做了区别，比如阳光留观点、县二院留观点、武德养老院留观点这些地方，每个人1天100元，而像一些小宾馆、集中隔离点，则就是1天150元了。以上2条消息都是由地方上的官方号发布，可以说千真万确了。下面我说说个人看法：一、集中隔离收费，万一被集中隔离的人没钱呢？300块钱1天1周就要2000多。我说句实话，拿不出2000块的人一定有，那这些人去哪里弄钱来交费？很多人原本就背着房贷车贷，隔离期间还得停工，说不通啊。2300一天是不是有点太贵了？现在普通宾馆一间房100多块一天足矣，3餐正常一点，怎么也不至于吃掉近200块吧？这种消费根本不是普通群众所能承受的，你得考虑现实情况啊。常态息以眼替息，哀民生之多艰。3、另外，我注意到重庆长寿区发布的这个通知里有提减免费用的对象，这里面基本上把流动人口、外来人口排除了，也就是说，不是长寿区的人，不在我这交社保的人，不在我这实际居住的人，你就哪来的回哪去。你要想在我这里隔离，那不好意思，300块一天。从某些角落里的侧面来讲，这也不失为一个防疫的方法。到这一步，我只能说，希望这2个地方不是作为试点再搞，否则一旦铺开，恐怕很多人都会觉得受不了。当然，集中隔离收费这个情况应该还有其他地方出现过，或者曾经出现，只不过没有报道出来而已。从这方面来讲，这些官方告诉你知晓的，居然还让人有种优秀的感觉。可能这就是没有对比，就没有伤害吧。个人觉得这2个地方的集中隔离收费或许会被叫停，现在已经开始在热搜上冒头，热度也不小。当然，主要都是不肯支持的声音。本来嘛，大家受疫情影响，经济就不是很好，这样一搞，简直是雪上加霜。再加上如果自己是被他人意外感染，还要出这笔隔离费，那肯定觉得无辜，觉得受不了，人之常情。其次，这个头不应打开，本身集中隔离就是强制的，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加上收费，相当于中间画了个等号，就完全说不通了。现在很多人对疫情之中的一些赚钱门路就颇有微词，地方上实在犯不着为这个隔离收费趟这浑水。被集中隔离的人并不代表他们犯了过错，反过来说，他们甚至是为了防疫在配合，这样的情况下让他们出力又出钱，合适吗？被拘留的人还不用交钱呢。最后还是那句话，卖伞的权利交给了龙王雨就不会停，要是伞还越卖越贵，便更停不下来了。自费集中隔离这种事情很难做到完全没有利益空间，也就是说，这事儿只要自费了，就必然存在油水，那么也就必然会落下口舌。一方面，我觉得隔离费用对群众来说是一种额外增加的负担，另一方面，利益空间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猜疑。这2个情况都容易产生出不满的情绪，名言可谓啊，犯不着。现代社会不需要领导都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，但至少你要知道，国以民为本，民以衣食为天，不可以群众之衣食，肥他人之囊，厚他人之本。